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个系列的视频我们讲一下价值投资的基础以及查理芒格与巴菲特的思想。芒格是非常励志的一个人，其实他30岁之前的人生都挺悲剧的。在他29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夫人南希·哈金斯离婚了，8年的婚姻破裂了。他30岁前财产并不多，还把所有的财产都送给前妻了，自己要养3个孩子。刚离婚没多久，他的大儿子就得白血病了。当时美国医保是不保这个病的，芒格顶着很大的压力给孩子治病，但当时医疗技术有限，还是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一天天衰弱，慢慢死去，离开了自己。芒格的朋友里克·古瑞恩也是个投资大神，说当年那个时期的芒格经常沿着街道边走边哭，可见芒格面对逆境是很强的。当然他后来又娶了南希·巴里博斯韦克，第二任妻子有2个孩子，这样需要养的孩子就增加到了4个。当然运气也不错，2任妻子都叫 Nancy， 不用担心喊错名。芒格还说过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他婚姻幸福要感谢他妻子的前夫，因为他大大降低了 Nancy 对婚姻的预期所以芒格达到今天的成就难度应该是比巴菲特大的。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聊起巴菲特基本就是财富的代名词，但是在投资圈里芒格的地位是可以比肩巴菲特的，甚至很多人认为芒格在判断公司价值的能力上说不定比巴菲特还高，因为大家也做过对比，芒格的基金是1962年成立的，1975年清盘的，在2位大神前期被合作之前，芒格同期业绩是高于巴菲特的。中期芒格靠投资喜事糖果又帮巴菲特完成了价值投资观念的升级。巴菲特说芒格是绝对独一无二的，他用思想的力量拓展了我的视野，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为人类，否则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这里的进化也是指对价值投资的理解。芒格总资产不如巴菲特主要是巴菲特是人生全阶段一直就比较有钱，小巴菲特和小芒格完全不认识的时候，小芒格就给小巴菲特他爷爷打过工。那近20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做出的一些关键的决断也是靠芒格，尤其是2008年以8港元投资比亚迪，连续12年没减持。投比亚迪巴菲特初期是拒绝的，迟疑的，几乎是芒格在背后推着巴菲特买的。那价值投资的理念究竟是如何演化的呢？价投到底有没有过时呢？我认为投资能力分2种，一种是对企业经营的理解力驱动的，一种是靠纯数学能力驱动的。我知道一定也有人说牛顿的例子，厂长赔得稀里哗啦的，其实是因为这个故事太有槽点了，所以传颂的比较多。但是近现代数学好的人，也是投资大神的人，真的是非常多。比如香农香农除了是通讯祖师爷，也是投资大佬。他和他老婆34年时间，平均年化做到28%。他早期也尝试过用单纯数学模型分析方法来投，但后来也会开始思考公司本身的价值了。比如他们考虑投资肯德基股票时，他们会买来请朋友试吃，并观察他们的反应。那理解量化我们后面有机会再讲，我们先讲价值投资。首先要帮大家明确到底什么是投资，或者说我们投资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很多人说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钱，但按照这个目标去津巴布韦投资肯定得到的钱最多。再比如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社会是极端老龄化的，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有高昂的退休金，但是这个社会年轻人的数量是0没有人提供相关各式各样的服务，这个时候退休金也就没意义了。那又有人订正说投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产，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同的时期对资产的定义又不同。比如在今天非核心城市的不动产认可的人会越来越少，未来用10个非核心城市的不动产未必可以换取一个核心城市的不动产。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做投资是抱着未来变得更好的期许来做的。所以巴菲特说投资是为了在未来更有能力消费而放弃今天的消费。老巴这句话讲得很通俗了，基本能概括很多投资行为，但是也有例外，因为有一些企业家或者投资人不是以满足自我消费目标去做投资的，比如芒格对吧，在生活中还是以节俭为主。那这里我总结了对投资的2层定义第一层是对投资的定义，投资是用现有的购买力去换取未来更多价值的动态过程。第2层是对上一句话中价值的定义，价值是现在和未来通过市场来持续满足用户和客户需求的能力。当然我们把2带入1，可得出投资是一种用现有购买力换取未来能力的动态过程。比如你虽然不喜欢游艇，但是你希望在未来有去买游艇的能力。在上面这个我给出的投资定义中价值的实现往往是以企业为媒介的，
因为用户客户这都是在企业经营时才能面对的情景，所以投资其实是一个无限游戏。这个无限游戏需要你经常想某个商业模式给客户和用户创造的价值，而投机关注的更多是交易本身和数字本身。有大神还对股票交易做过一种更通俗的解释，就是将股票分为股的思维模式和票的思维模式。在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你可以选择出一些钱购买某条船某次航行中的部分所有权买股就是买船。股思维模式的人关心的是这艘船结不结实，目的地是哪里，船员有没有经验，到底能不能返航。当然船主也会给你一个纸质的凭证。当船出发后有的持股人急于用钱，可能会选择找中间的见证人帮忙，把这个纸质票据转让给其他人。当转让的需求非常多的时候，也就出现了专门做票据买卖的人，票的获利模式就诞生了。票思维模式的人更关心的是票据目前的供求关系，他们很少关心船返航后到底能带来多少收入。所以价值投资更像是股思维模式买股票实际是买公司，甚至是像自己去经营公司一样。价值投资者花在研究公司价值上的时间要远多于研究宏观政策和市场情绪。这套方法从格雷厄姆到巴菲特到芒格到高瓴资本，大概经过了4次进化。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这4次进化都是什么。格雷厄姆是巴菲特学生时代的老师，后来也是巴菲特的老板，还是 CFA 考试的创办者。他先提出了买公司要关心公司的内在价值，尽量保证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高内在价值的公司。那什么是内在价值呢？有2个重要的线，一个是你先想象一下，如果你持有的公司会作为非上市公司出售给私人，那这个成交价格是多少？当然这个数字很难算，但是有经验的人还是会去估量的。这个概念有点难懂，但非常重要。我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假设你认识一位大头菜公司的创始人，他告诉你他去年种了10亩大头菜，赚了1万元，而今年他花了1半的钱买种子，已经种下了1000亩地的大头菜种子，今年应该能挣110万元。另外在后年他准备把自己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到 50%， 大后年实现垄断，同时他还种了橙子和葡萄。旁边种香梨的上市公司都市值20亿了，现在他认为他的公司估值可以到2000万。那按照格雷厄姆内在价值的第一条线来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不要谈未来，就看现在。就假设明天这家大头菜公司会卖给更大的蔬菜商，我们觉得卖多少钱是合理的。我相信再乐观的人也不会觉得成交价格会在500万以上，因为他今年新种下的种子还没有变成现金呢。格雷厄姆认为还有第2条我们需要考虑的重要的线，就是假设这家企业经营不善，开始破产清算了，那这个企业清算时能卖多少钱？这个是最下限。比如上面的大头菜公司，假设一夜之间公司雇佣的农民都拒绝种田了，或者是赶上极端天气了，那这个公司实际上只有5000元现金，可能再加上价值几万元的农具可以变卖清算。多想想第2条线，可能会对这个大头菜公司的潜在风险有新的认识。但是假设你现在能用1000元的价格买下这个公司50%的股份，你依然是赚的。这个价格距离企业清算后分给你的钱还有一段安全距离。那在格雷厄姆看来，这就是有安全边际的价格。安全边际是他的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后来有人管这个叫捡烟头式投资。这种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基本只需要用大量的数据来算就可以，别的东西不需要深入了解。他的另一个学生施洛斯长期用这个方法算，他的基金也获得了47年5456倍的回报，相当于年化20.9%的收益。施洛斯确实是很少做调研的，多数是机械的算。巴菲特也在一段时间用这种方式，先以地板价进入，买成大股东，然后直接解雇员工搞破产清算。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很多的缺点，比如格雷厄姆不太重视企业的无形资产。另外这个方法也需要你不断的追非常多的公司，格雷厄姆购买的公司也长期在75家以上，因为它有时代局限性。格雷厄姆之所以提出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主要做业绩的时代美国几乎都笼罩在1929年大萧条的阴影之下，人们很长时间对股票和投资是非常恐惧的，很多股票都被赋予了极低的价格，因为人们对这个市场已经失去信任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混乱华尔街的时代，真的有很多烟头可以捡。如今这个时代，这种机会是多年不遇的。
但也不是没有啊。比如前不久段永平在低位买进新东方，我想也是因为新东方的股价到了地板了，但是企业的现金储备还是非常可观的。格雷厄姆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就是他将我们每天面对的股票市场拟人化了，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理解市场的方法。就是设想你在与一个叫市场先生的人进行股票交易，而这位先生有精神病，他每天都会用一个新价格来找你购买或者向你兜售一些股票。这种思考方式有助于你更理性地理解市场与情绪的关系，理解牛市的狂躁和熊市的抑郁。但是你不理他，他明天还会来找你。格雷厄姆对投资者心理的研究真的是超前了很多个时代，是有今天很流行的行为金融学的影子的。行为金融学在今天也是诺奖专业户了。另外，格雷厄姆还强调，股票最多拿个2-3年就要更换，如果一只个股上涨超过50%，也得更换。总之是要非常理性且高频的观察市场先生。那巴菲特在价值投资的 2.0 时代又做了怎样的升级呢？首先要从巴菲特和他的老师格雷厄姆做的 Gaggle 这个项目说起啊。Gaggle 是一家保险公司，这个项目巴菲特没有按照他老师的分散投资的标准做。首先他用了自己全部身家1半以上买这家公司，这违反了仓位原则。然后他在第2年该个股价上涨接近 50% 时，他又严格按照老师的 50% 就清仓的原则清仓了。可他后来发现，如果没有卖出这部分股票，20年后至少会多赚50倍。他没有听老师原则的地方赚了更多的钱，听了老师的地方让他赚了更少的钱。这时他开始思考，是不是这个体系是可以被升级的，是不是应该用低频下重注的方式来做。芒格在这方面给了巴菲特很多的信心啊，因为芒格认为投资是一件典型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事儿，只要连续选对10次，别的错误少犯，你这辈子多数时间一直睡觉都可以。多年后芒格也说，如果把他们做的15个最好的决策剔除，他们的业绩实际是非常平庸的。还有一个逼着巴菲特改变的点是，他变有钱的时间更早，26岁就赚到14万美金。通过对标美国的房产，约合现在3000万人民币的购买力，而且巴菲特清醒地知道他变富有是必然现象。比如他26岁就开始想继承的问题，1968年时他已经管理了那个时代的1亿美元了，经常买着买着自己就成第一大股东，甚至是控股股东的。这是有2问题啊，第一就是作为第一大股东，其实他没那么容易像格雷厄姆时代那样退出。第二个问题是他控股后就老得解雇员工，搞破产清算，因为这种操作方法能赚到钱，但公众是很厌恶的，他就很困惑。另外，巴菲特和格雷厄姆曾打算合写一本书，格雷厄姆认为商誉这些无形资产是不值钱的，因为无形资产不能卖出钱来。巴菲特觉得这不太合理，无形资产按理说有利于帮企业挣更多的钱啊。所以后来这本书他俩就没一起写。我个人认为，此时双方的分歧是格雷厄姆关心退出，巴菲特则关心增值。所以当巴菲特关注的重点开始在企业挣钱上时，他寻找标的的逻辑有了新的方向，也就是更关注净资产回报率 ROE。 说白了就是看哪些企业能用最少的资产在某个时间段内挣到最多的利润。企业自由现金流变成了很重要的参考因素。什么是自由现金流呢？举个例子，有一些企业虽然在报表上看起来利润很高，但是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应收账款，钱还没到账，别人还压着他款，比如搞土木工程的，搞钢铁的，甚至要先垫资。而有一些行业，整个行业的行规就是别人买我的产品或者服务，你要先付预付款，甚至要先提前预定，什么时候有货不知道，等通知。这就是典型的强势行业，所以年轻人最好能去到行规是收预付款且要排队的强势行业。这说明这个行业提供的价值当下大概率是很稀缺的。如果整个行业收预付款的情况较少，但行业中某家公司很容易就能收上来，那说明它在行业中也很有竞争力。比如茅台的自由现金流就很高啊，我们发现会有无数的司机提前去茅台镇一周一周的等，就是希望能早点拿到货。巴菲特开始在企业护城河上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他会想，要是我有10亿美元去创业，能伤到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吗？100亿元能伤到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吗？很难，因为可口可乐有规模优势。芒格最擅长把一些规模优势的现象用最简单的原理解释。比如，如果你打算建一个油罐，油罐表面所需的钢铁会以平方的速率增加，但容量会以立方的速率增加，这种规模优势就是个简单的几何学。再比如，
规模优势也可以是信息优势。芒格说如果绿箭口香糖卖40美分，格罗兹卖35美分，如果我对格罗兹丝毫不了解，你觉得我会为了区区5分钱把某样不了解的东西放到嘴巴去吗？还有一种规模优势来自于心理学，就是大家都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当下很便宜，它拥有涨价能力，但它不用。比如在美国，很多男孩会习惯送女孩喜事糖果，男孩们不会因为某天喜事糖果贵了一点就不买了。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内的涪陵榨菜也属于这种产品。当巴菲特跟芒格一起以超过 2.3 倍的净资产，超过20倍市盈率收购喜事糖果后，巴菲特发现买下显而易见的好业务伴他成长，远比买个懒生意整日想着怎么把它清理掉换钱的模式愉快得多。这个项目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因为这时候巴菲特开始理解了芒格说的只要是好公司，贵也是值得买的这一深刻的道理。价值投资就进入到了 3.0 时代，我们今天听到的多数理念也都是 3.0 时代之后的。那么怎么理解价值投资的 3.0 呢？芒格又是怎么看待科技企业的？为什么他和巴菲特一边说不碰科技企业，一边又将苹果和比亚迪收入囊中呢？我们有机会再分享。本期点赞如果能过1万的话，那下期我们继续谈价值投资的 3.0 和 4.0。我是大蜡主谢谢大家。